今日はシリランキのスタンドに説明します。機械に同梱されています使用説明書と一緒にご覧ください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怎么来安装机器。打开外壳的2个卡扣，打开上盖的时候，我们将上盖朝自己的方向抬起。接下来拿掉机器上的泡沫板以及配件。上盖里面装有连接板、装线架线杆。我们用手按压弹簧，就可以将连接板取下。那接下来我们松开螺母，将机头固定板取下。只要松开机头上的螺母，就可以松开这个固定板了。然后从针床上取下附件盒。附件盒里面配有各种各样的小配件，部件盒的上盖可以固定在机器右边的螺丝上。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可以将需要的配件放在这个上面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附件盒里面的一些小配件。这2个是用来固定编织机的桌前，这是推针板，用来推出织针。行数器用来计算编织的行数。这是移圈针，一共有3种移圈针，可以用来编织花样。这是修改针，可以将反面转换到正面的时候使用。重锤用来固定织物。毛刷可以用来清洗编织机上的织针。里面还有3个备用的织针，还有1根缝衣针。钩针、
起针线用来在起针的时候，或者分离废线的时候使用。固定花卡装置，使用花卡的时候，更能清楚地看到花卡上的数字。量尺用来测量针距。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凸轮以及针床上的导轨棒。导线架用来固定毛线。左右魔术凸轮用来编织独立花纹时使用。花卡连接扣。分线爪用来分离1号线口和2号线口的线。中心凸轮是放在起始编织和结束编织的地方。最后是名牌。以上就是附件盒里所有的附件。接下来我们安装机器。这2个是桌前，我们在固定机器之前，可以先用这2个桌前测量一下自己所用桌子的厚度。然后将桌前固定在桌子上。如果针槽有些上浮的时候，可以稍微抬起编织机，然后进行安装。安装好后，确认机器有没有很牢固地固定在桌子上。在编织之前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些细节。这是织针，针舌，针杆，针尾。接下来介绍一下针床。织针可以在针床上上下移动，可以根据织针在针床的不同位置，可以决定织针是否工作。在针床的两边有 A B C D 的字样，
针在 ABCD 的位置就决定是否编织。A 位代表机针，即便移动机头也是不工作的。B 位代表可以织平针或者花样。C 位代表平针编织。机针在 D 位，当罗塞尔杆是 I 位时，机针不编织。当罗塞尔杆在 EI 位的时候，机针编织并回到 B 位。接下来介绍张线架的安装方法。接下来我们安装张线架。将线杆弯曲的部分朝下。在手臂的两边都有装线架的插孔，两边都可以安装。接下来安装张线架。下面有个安装的孔。将张线架插到线杆上，安装导线架。导线架有安装方向，我们在安装的时候要将弹簧朝上。安装导线架的时候，要卡在固定导线架的这个位置。滑至凸起位置。这样张线架就安装完成了。接下来安装形束器。首先将机头手柄抬起。如果我们要放下手柄的话，要从前往后。形束器可以安装在左右两边。安装行束器的方法：从前往后，拆卸的时候从后往前推出即可。左右两边都可以有2个固定的螺钉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放置。接下来介绍如何计算行数器。这是行数器杆，
当我们需要计算行数的时候，就要将这个函数器杆朝上抬起，垂直方向安放。移动机头的时候，行数器杆就会波动。我们拉动机头时，行数器上就会自动计数。当我们需要调整行数的时候，上面3个按钮可以自动旋转。当我们不要计算行数时，可以将行数器杆水平放置。接下来介绍凸轮杆的使用方法。凸轮杆用来选择指针类型。当凸轮杆在0位的时候，可以用来起针或者平针和浮雕编织。当我们选择极圈编织的时候，要调到 T 位。SJ 位置可以编织架空花样或者双面提花。架空花编织可以将凸轮杆放在 L 的位置。F 代表提花编织。我们在选择提花编织的时候，要将凸轮杆放在 F 的位置。接下来介绍一下刻度盘。密度盘可以调整织物的松紧。当我们选择密度数字的时候，一定要对准中心的位置。数字越高，织针的尺寸越大，织物就越松。所以我们在编织的时候，要根据毛线的粗细，选择合适的密度松紧。接下来介绍一下侧凸轮杆。侧凸轮杆用来控制 B 位的织针。当侧凸轮杆在3角位置，只要不打开花卡，编织出来的就是平针，以及平长的时候，侧凸轮杆就在3角的位置。当侧凸轮杆在圆圈的位置时，凸轮杆处 SJ 位置的时候不被编织。当通了杆处于0位、L 位、F 位的时候，编织平针。当凸轮杆处于 T 位的时候，毛线只是挂在织针上，不编织。接下来介绍一下持针凸轮杆。持针凸轮杆是用来控制 D 位的织针。当持针凸轮杆处于 I 位的时候 ，D 位机针不编织。当持针凸轮杆在 EI 位的时候，编织平针。
这时机针回到 B 位，接下来介绍一下解除杆。当我们在编织过程中，机头无法拉动时，会使用解除杆。我们使用解除杆的时候，只要按照箭头的方向拨动按钮，机头将被打开。机头板被打开的时候，可以自由拉动机头。我们按下接头板的时候，一定要听到一个固定的声音才行。接下来介绍一下连接板。首先介绍一下连接板上面的浮雕杆。上面的字样是指平针。浮雕编织以外的编织要将浮雕杆朝上。进行浮雕编织的时候，将浮雕杆朝下。接下来我们安装连接板。安装时，我们先松开连接杆螺母，并将连接板插到连接杆螺母里面。拧紧连接杆螺母，并滑动机头，确认是否安装完成。在连接板上有割线口，用来割断纱线。当需要割线的时候，用双手拿住线，并向割线口方向压紧。接下来我们来穿线。首先，我们将线导入导线架。第二步，穿过张线弹簧。这时候要注意，线要穿在张线架弹簧里面的一个线架片中。第三步，穿到导线架这个孔里面。第四步，穿到张线架弹簧的孔里面。这是最后一步。这样子就可以把穿好的线暂时固定在这个导线固定片上。接下来介绍一下张线架弹簧。
张线架弹簧上有一个密度上有数字，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毛线粗细来做适当的调整。我们可以在使用的时候参照说明书上的来进行。张线架弹簧的调整，调动装线拨盘是否合适的时候，可以拉动毛线来测试。我们将毛线向下拉，当毛线自然回升上去的时候，距离20到30厘米最合适。接下来介绍一下松紧盘的调整。松紧盘上的数字要与 V 字口对应。数字越大越紧。接下来介绍一下松紧合适度的调整。我们用手往下拉动毛线并放开。当毛线自然回升的时候，张线弹簧与张线架的距离始终保持在10到20厘米为宜。但是在平针编织或者其他特殊花型编织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试编以后再确认松紧盘的调整。其他操作步骤请按照说明书上的进行。